你家猫能陪你多久呢？别用人类的日历去算，用猫科动物的生物钟来看，这其实是一场按下了8倍速快进键的告别。出生到3个月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依附期，当它的视神经还没发育完全，世界只是一片混沌的光斑时，你的气味就是它唯一的恒温源。它半夜爬到你胸口疯狂采奶，伴随着喉咙里沉闷的呼噜声，那不是人类以为的撒娇，而是大脑在分泌催产素。它把你当成了这片领地里体型巨大的代孕母亲。它咬烂数据线，突然袭击你的脚踝，也不是调皮捣蛋，这是顶级掠食者被困在狭小钢筋水泥里仅能进行的捕猎演习。半岁到2岁，它迎来了生理和荷尔蒙的爆发期。凌晨4点疯狂跑酷，是体内无处发泄的野性精力在冲撞。发情期的随地乱尿和深夜哀嚎，更不是变坏了，而是被残酷的繁殖本能劫持发出的痛苦求救。度过这个被基因折磨的阶段，绝育后，它才算真正剥离了动物的原始冲动，成为只属于你的伴侣。3到6岁是你们跨物种同频的巅峰期，它每天准时在门口等你，不是什么玄学感应，而是它的听觉系统死记住了你独一无二的脚步频率，你们建立起了绝对的信任壁垒。它甚至会在排泄这种最脆弱的时刻看着你，把你当成了负责掩护的同伴。这是它生命力最旺盛的几年，也是你最容易忽略时间流逝的几年。然而，这种巅峰短得让人猝不及防。7岁一过，它的代谢开始了断崖式的下跌。你以为它懂事了，变懒了，其实是关节液的流失，让它每一次起跳都伴随着骨骼摩擦的隐痛，使晶状体开始浑浊，让它眼里的世界渐渐起雾。它被迫减少巡视领地，睡得越来越久，只是为了节省体内那块飞速老化的电池。11岁往后，沙漠祖先留下的生理宿命开始松懈，曾经为了保水而极度浓缩尿液的肾脏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竭。它可能会因为肌肉萎缩，颤抖着迈不进猫砂盆，会在你靠近时因为听力退化而反应迟缓，但只要闻到那股陪伴了它一辈子的属于你的气味，它依然会拼尽全力拖着僵硬的后腿，用头重重地蹭向你的手心。一只猫用10几年的时间急速模拟了人类漫长的一生，对你来说，它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，但在它的认知系统里，你就是它从睁眼到闭眼的整个宇宙。转头看看那个现在正趴在你身边打盹的小家伙吧，趁它的眼睛还清澈，趁它的呼噜声还响亮，在评论区留下一张它现在的照片吧。